离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吃香吗？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说这个离婚带娃的女人啊，男人都在抢。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啊？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会被男人去哄抢的啊，只有被嫌弃啊，被拒绝。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啊，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是被嫌弃被拒绝的，我们也帮不了她。在相亲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离异女人，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你也基本上不会被那些未婚男士选择到，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男人选择。哪怕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大把的未婚的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愿意选择他，愿意嫁给他。更何况你还有一个孩子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年纪不小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男人去哄抢啊？谁来抢你那些山里的穷光棍们吗？他们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别说给你养孩子了。有的离婚的女人在找伴侣的时候，那提出的条件比她20几岁年轻的时候提出的条件还要高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长得多漂亮男人只要听到离婚要是还带个娃呀，基本上连面都不愿意见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冤种了，谁还愿意给你去养孩子呀？而且呢还是个男孩，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女人男人他也没几个愿意的，他们就是很介意男孩，他们不傻，你觉得呢？那这些女人吧有可能她好不容易还找到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她还要张口要彩礼还要的不少。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这个事儿吧，咱都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心里有点数那种毒鸡汤说那种毒鸡汤的人我真的是你恐怕精神有问题，是不是你是幻想症吧？出来说这种话害得这些离婚的女人自己都找不着北她们最后根本就嫁不出去，你们说对不对？我发现现在女生找对象好像不太看重人品了，是吗？她们嘴里要找的都是有能力长相好，学历高，情商高，对她好，会给她花钱，给她浪漫等等这些要求好像跟人品都沾不上边了要不然为什么那些脾气也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每天准时回家努力工作踏实肯干的男孩一般都是单身呢？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这些男生思想还特别的简单不太会跟女孩去交流，也不太懂得任何的套路，大多数都是大直男，不会讨女孩的欢心，也不太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女生的心思。而且呢，他们往往还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所以导致他们的圈子非常小，接触不到什么女生。最重要的是，这些男生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就开始谈一段恋爱，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开始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很认真对待的，一定是要奔着结婚去的，他们从来不会玩弄感情。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待感情就会非常谨慎，考虑的呢也会比较多，性情是比较稳定的情感也很专一，往往他们也是很重视家人的人，对待父母和亲人从不吝啬自己的付出，对朋友同事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载体，能给别人带来善意的帮助就能开心半天了。这种男孩可能他对金钱的欲望呢不会太强，他们觉得自己认真对待生活，努力工作就行了不一定非得事业有成黄金万两。在做人做事的道德方面呢，他们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渣男这个词儿跟他们完全搭不上边儿，即使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以他们的认知和修养也是不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的。但就是偏偏有很多这样的男孩，他们反而很多都找不到女朋友，没有女生看上他们。大家来说说，你是这样的男生吗？你现在还是不是单身？来到我的评论区去蹲一蹲看看有没有缘分来找你，好吧？现在女生找对象看的这些指标到底有没有用呢？第一，他们看对方的资产情况，资产越多，他们想交往的意愿就越高。第二呢，他们看对方的工作能力能力越强呢，稳定性越好，他们就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第三呢，他们看对方的学历，觉得学历越高，说明对方的智商越高，基因很好，这个也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重点要考虑的因素。第四呢，他们要看男人的情商怎么样就是会不会来事儿能不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跟他在一起呢得不闷不呆会哄自己开心的那种。第五呢，他们要看男生在花钱方面对自己大不大方，这一项是他们用来衡量婚后男人在经济方面对自己的态度。
那么我们今天来解析一下啊，其实这些标准啊，大部分都是悖论，而且根本无法全部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啊。第一点啊，资产情况，其实资产越多的人不代表他就懂生活，他们大部分都是忙于事业的人，哪还有太多的精力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天天没事哄你开心呢？没准啊，越有钱还越抠门呢。并且啊，据统计，很多事业做得特别大的企业家，学历都不是特别高的。第二点，工作能力强。那上班族的男人呢，他的工作能力越强，他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估计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你的。花钱方面肯定不会很大方，因为他的钱是血汗钱呀，他们可能啊会更看重你给他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第三点就是学历高，很多女人啊都喜欢学历高的男生啊，他学历高只能代表他这个人学习成绩很好啊。我们高考过滤的啊，他是学渣而不是过滤的人渣，在他的这个外表之下，很有可能是个自私自利啊自负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呢，也有可能他对感情啊极不负责任，所以呢，学历和人品是不能划等号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求他情商也很高，那可能就难度更大了。毕竟这个世界上双商在线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去呢？即便是有，那早也被人家抢了，他还能缺个女朋友不成？第四点，看男人的情商高不高，是不是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一个男人情商很高，他就可以秒杀其他好几个条件了。你们见过那些穷鬼娶了富家女的吧？还有那些网络骗子听说过吧？这些人就是玩情商的高手啊，那些女的被迷的啊五迷三道的啊。所以呢，要求一个男人情商高，只要他加上其他几项中的任何一项，他的情感生活就永远不会缺席的，你懂了吗？第五点啊，看男人对你花钱大不大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交往的诚意和婚后对经济方面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啊，男人花钱大不大方，从现状来看，他们对刚认识的女生是真的不敢大方的。你们自己也懂哈，人家也是花多了花怕了啊，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呢，他们会对后来认识的女生越来越小气。但是这一点完全无法代表他婚后对钱的态度。有的男人对刚认识的女生就是不大方的，但是一旦他成为正式的女朋友之后啊，并且女生有想往婚姻方向推进的时候啊，男生自然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所以呢，你要把全部的条件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恐怕根本就找不到啊，因为就算是有啊，那你也不一定够得着他了。丽欣姐，一个比你自己更懂你的红娘。我发现啊，最近有好多的男生啊，他宁愿去花钱洗脚，他都不愿意谈恋爱啊，说太费钱、太费劲，还太费时间。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想谈，主要的是觉得现在的女生太难伺候了啊。前几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啊，相亲刚认识的姑娘啊，加了微信之后要求从早到晚的聊天啊，回复慢了啊，人家就不高兴，问是不是在跟其他的女生聊天啊。上下班不管多远的距离都得去接送他，约会呢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车接车送啊，简直就把自己当个司机。我花100-200块钱请他吃饭，他嫌我抠门啊，我给他发低于520的红包，他嫌我没诚意。因为我没有给他买贵的包包鞋子，他就说我是穷鬼，没钱还出来谈什么恋爱。要是哪句话说的不对，人家转脸就不理你了啊，还得去想办法哄啊，不哄啊，人家就说咱俩不合适啊，真是很头疼。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母系社会了？一切都得围着他们转。可是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到我自己的身上啊，不知道多爽呢。现在我也干脆啊看淡了。以前在校园里边的时候啊，还能想着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现在这些社会上的女孩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现实，没啥意思。我现在都不再要求一个女生她能真正的爱我，她只要懂得尊重我，能够对我好就行了。能过到一起会过日子啊，不是那种成天的嘴里就喊着礼物喊着钱的女人，不就行了吗？啊，两个人啊能踏实的在一起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女孩里边，具备这种能力的几乎都没有。娶个老婆要看一辈子啊，要在一起几十年，如果德行太差的话啊，真的是入不了心。所以我现在宁愿花钱去旅游，去享受服务啊，能看得到享受得到才是真的。我也不会失望，也不会痛苦，因为随时都有人做得比他更好嘛。我现在不强求非得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啊，我更想把我的精力呢用在挣钱和享受生活这件事上。
把钱花在有结果的事情上，这样不挺好的吗？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到底是谁说的没房子就不能结婚呢？老师啊，一个男人啊，他连个房子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嫁给他呀？结婚了我们住在哪儿啊？租房子住我是可以，那有了孩子总不能让孩子也住在出租屋里吧，那多憋屈啊。所以呢，作为一个男人，婚前就应该为自己的妻子孩子准备好一个窝嘛，那个才是正儿八经可以娶妻生子的呀，这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是现在的女人根深蒂固的认知了，如果这个理念不改中国的婚姻制度可能会崩盘的。为什么一说结婚，女方就要求你必须给他买一套房子结婚必须给他几十万的彩礼，否则他就是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这就是当代女性对结婚的期待。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女孩基本上都会要求对方婚前要准备好房子，这些城市的房子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有多少家庭能在这些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呢？要么就是几十年还房贷的房农。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女孩子介绍男孩的时候那些有房贷的男孩也是没有什么市场的。有的男生为了结婚没有办法只能让父母掏钱。说实话，你忍心吗？让爹妈掏老本给你们小两口买房子，往往有很多都是男方家里出钱，女方家里还一分不拿。所以呢，这些就是大城市的剩女越来越多的原因。这些剩女还经常不切实际的认为，只要跟那些什么情感博主学点什么东西就可以在开宝马和开奔驰的男人当中随意的挑选心仪对象了。你这不是很可笑吗？人家都开40-50万甚至上100万的车了，那他能是你随意可以挑选的吗？记住一句话，你想成为奔驰宝马的女朋友，你需要在他开电动车的时候就嫁给他。你们共同的努力创造财富，共同把生活过好不行吗？是谁告诉你的结婚就必须买个房子？是谁规定的结婚就一定得男方准备好房子车子？是谁把婚姻跟这些东西搞得过度的绝对呢？这种畸形的婚姻观难道不应该摒弃掉吗？同样都是人，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就要给女孩子去买房买车，你们两个人就不能共同努力吗？自己挣钱买个房子不行吗？现在的女性就是要求只要一结婚你必须给我准备个房不搞一个房子我就不结婚。所以如今的现状就是男生干脆躺平算了买不起房子就别想娶媳妇了，不敢想咱就不想了呗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了，自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吗？00后的不婚群体已经越来越庞大了，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呢？我就发现现在有很多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真的忍不住我得给你们泼泼冷水。以下这些观点你看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幻觉。幻觉一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那一定有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你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真的恭喜你了，肯定一定有大把的光棍在抢着要你。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城市这个事儿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的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知道吗？幻觉二，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生挤破了头都要嫁出去如果年龄大了一点还没个男人那都被家里边催。这个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三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我都想笑你是认为那些有钱人就很容易找吗？那人家有钱的人是没心没肺的吗？人家就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呢人家那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四呢，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任会低头来哄我的。他要是不哄我，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如果发生了关系，男人他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的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没有一点关系的。幻觉五，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天哪你还真的是中毒太深了这些毒鸡汤你就看看有多少的未婚女人都找不到对象，就你一个离婚的女人，你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是什么？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
啊？难道是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啊，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了呀？你别跟我说啊你很优秀，那男人他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可能还真看不上，明白吗？有一个90年的女生，今年呢33了，对吧？啊，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的不服气啊，来找我说，最近这1年呢，她相亲相了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就看不上她啊，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呢，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呀？啊，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条件呀？她说那些是经济条件是要好一些啊，综合条件稍微不错的，有房子有车啊，工作稳定，收入呢也都在50万以上的啊。那些没有看上的呢，经济条件就差一些啊，一个月呢才挣1-2万，这点钱真的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可能什么时候都买不起房。那要是我跟他结了婚，过几年我是不是还得跟他回家去生活呀？啊，那我可能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就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真的不想勉强的自己去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我降到这么低了，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呢，咱也是90年的还算年轻吧。啊，那我就接过他的话了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太自信了啊。你是90年的，但是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呀，对吗？这个才叫年轻。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啊，他们可跟你们不一样哈，人家呢早早的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啊，真没有你们90后的女生高。你想一想啊，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呢？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知道的哈，女人只要过了30岁啊，你这个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哈，人家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啊。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来那么年轻的姑娘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你那时候很年轻嘛，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真的谁说都不管用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条件特别差的男生。这个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事儿嘛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条件差的男生那真的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不早就脱单了吗？你说是不是？